一家位于北极的私人科研基地内，2名生物专家突然倒地身亡，剩下的1人虽然还有呼吸，但却双眼赤红，看这状况像是感染了某种未知病毒。国家疾控中心接到消息后，立刻派遣顶级专家团队前来调查，带队的是拥有丰富抗疫经验的艾伦博士，还有军方派来的技术专员赛罗。当所有人抵达后，第一时间给予众人最高的通行权限，准备先去看看那位感染的幸存者，因为这名患者的身份有点特殊，是艾伦博士的亲弟弟。艾伦十分关切地询问弟弟到底是如何感染的，还没开口说话就突然暴起。就在2人僵持时，助手朱莉匆忙掏出镇定剂刺向比特，才让他暂时恢复平静。稍作休息后，几人默默来到停尸房，打算看看另外2名死去的感染者。可刚打开裹尸袋，一大滩黑色液体渗了出来，里面的尸体已经化成森森白骨，这让众人更加疑惑了。必须弄清楚比特是如何感染的才行。艾伦安排同行的专家朵琳和军方代表赛罗前往比特的实验室搜集线索，这里只有实验用的小白鼠，并没看到更加实用的猴子。基地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做实验从来不用猴子。2人复杂的对视一眼，显然产生了几分怀疑。经过仔细搜索，他们在下水道弯管中发现残留的猕猴毛发，在这里人们不仅可以随意选择性别样貌。朵琳和赛罗开始四处查找饲养猴子的地方，来到走廊尽头，被一道大门挡住去路。士兵赛罗用冷却液将门锁暴力打开，这是一间无比杂乱的储物室，可不知为何笼门都是从里面撬开的。就在这时，一个黑影掠过，朵琳认出这是一只猴子，正准备上前时，谁知对方猛地扑了上来，好在赛罗及时出手，一棍将猴子干翻。只见他的喉咙正在不停颤抖，这和比特感染后的症状十分相似。助手朱莉此时也觉得有些不对劲，一边翻阅感染者比特的实验日志，一边询问基地负责人洪博士，比特到底在从事什么研究项目。对方没有隐瞒，表示比特研究的和基因突变有关。朱莉听完后有些惊讶。领队艾伦此时已经身处比特的宿舍内，打开电脑后，他看到里面存着许多实验日志，随手打开一个，都是一些日常的心得分享。其中的手势很快引起艾伦的注意，表达的含义是这里有危险，尽快离开。就在这时，副手跑过来通知隔离病房出问题了。艾伦连忙过去查看，发现感染者比特居然不见了，头顶上破开的天花板说明对方逃进了通风管道中。负责人洪博士立刻启动应急系统，在通风管道里释放麻醉气体。分钟后感觉时间差不多了，艾伦带着保安爬进了通风管道中，没多久便看见一个人影，可靠近了才发现这人并不是感染者比特。同一时间，艾伦的副手朱莉和学生莎拉正在化验比特的血液，发现其中的病毒结构非常特殊，像是来自远古时期早已灭绝的品种。刚刚赶来的艾伦大吃一惊，这种病毒非但能够自我复制，而且还能大概率发生突变，这也许就是比特没有立刻死亡的原因。人不知道的是，自己的言行全在负责人洪博士的监控当中，居然是专家小组的军方代表赛罗。原来他和洪博士都在同一个老板手下做事，来这里是想掩盖基地内的某些真相。随后赛罗回到自己的宿舍，掏出隐藏在背包中的零件，大步流星来到研究基地外，正准备安装调试时，忽然看到前方矗立着许多被冻成冰雕的猴子尸体，原来他们全部都在这里。当所有人都忙得不可开交时，感染者比特穿着一身制服，神情自若地行走在过道上。经过一间房间时，里面顿时传来此起彼伏的惨叫声。不知为何，这5个实验人员并未受到伤害，其中2人在比特离开后也跟着逃走了，只剩下3个倒霉蛋留下来接受隔离。此时，朵琳正在实验室测算病毒的感染率，忽然感觉身后有人，转头一看，正是另一名逃跑者，接着就猛地扑向朵琳，被一把甩开后，忽然倒在地上失去意识。再次逃过一劫的朵琳暗暗松口气，连忙将他送去隔离室中。可被隔离的3个倒霉蛋立马不乐意了，尤其是其中1人还表现出感染的症状。艾伦的学生莎拉见状，只好跑去药房找些止痛药。他刚刚来到护架旁，初代感染者比特忽然现身，好在有铁栅栏阻拦，他才没有冲进去伤人。默默对视几秒后，比特犹如蜘蛛侠一般窜进了通风管道中。不远处的艾伦听到动静，连忙赶了过来。忽然有人在角落发现使用过的镇定剂药品，这让艾伦十分惊讶。难道比特还是清醒的？否则为什么会用药物来自救？心中不由得再次疑惑起来。此时的副手朱莉发现，他曾经给小白鼠注射过名为维克和维克 B 的药剂，让朱莉察觉到不对劲，于是连忙找到这2种药剂，决定在老鼠身上重新实验一番。结果很快出来了，注射维克的老鼠全部死亡，和最先发现的2名死者的状况很像。注射维克 B 药剂的老鼠全部幸存，可身体却表现出感染症状。更让朱莉惊讶的是，其中一只老鼠忽然变得十分狂躁，居然强行穿过玻璃罩，开始攻击其他老鼠。这种疯狂无法自控的状态，和0号感染者比特十分相似，简直就是完美的病毒传播者。艾伦听完后连忙跑去质问基地负责人洪博士，洪博士没有任何解释，反而责怪起艾伦的失职来。他本来是想有专家过来控制病毒传播，可现在的局面却越来越糟糕。其实他没想到的是，更加糟糕的还在后面。
最初被他袭击过的5个人突然从隔离室逃出来了，并且他们还都被感染。基地负责人看着越来越多的人被感染，他们不得不再次启用封存已久的老旧楼层。这里曾经是研究核聚变的实验场地。几人正在商讨后续方案时，忽然一位面色惨白的女子出现，她是首批被0号病原袭击过的病患。谁知保安队长突然开枪，根本不给她解释的机会。艾伦见状连忙上前紧急处理伤口。他认为不该如此残忍地对待病患，可保安队长认为这是在保障负责人洪博士的生命安全。艾伦听完后气得不行，为了确保隔离的有效性，艾伦觉得要对所有人进行一次病毒筛查，但由于现在已经发生变异，学生莎拉表示必须经过几个小时的实验才能确认新的检测方法。而同时朵琳则继续研究实验猴子。3个小时过去了，莎拉终于找到检测病毒的方法。基地内所有工作人员被叫到大厅，开始进行病毒测试。检测结果让人很意外，居然有1/3的人被感染。艾伦强压心中震惊，安排保安将所有感染者送去新开辟的隔离层。其中一位工程师表现得非常抗拒，拿着斧头猛砸一间宿舍的大门。一旁的保安见状连忙上前将他击倒。艾伦则好奇地敲开宿舍大门，从中走出来一位叫做菲利普的专家，慌张地表示没有解药后就匆匆离开了。艾伦越想越不对劲，再次跑去质问基地负责人洪博士，所谓的病毒解药到底是什么？洪博士只好交代实情，原来基地一直在研发一种万能解药，能够成功杀死已知的所有病毒，不过对人体的伤害也很大，所以暂时还未公布。艾伦听完后心都凉了半截。与此同时，研究基地内的保安正在转移感染者，谁知刚打开病房大门，一名陷入狂化的感染者就冲了出来，保安队长都吓傻了。正准备前往隔离的感染者们，得知病毒会让人失去理智后，本能的开始四处逃窜。就在这时，一声嘹亮的嘶吼声传来，想不到那名狂化的感染者再次出现，在场的众人纷纷开始跑路。副手朱莉反应慢了半拍，眼睁睁看着感染者朝自己扑来。这时艾伦及时开枪救场，拉着朱莉就要离开，可朱莉拒绝了，因为她也被感染了，必须前去隔离才行。尽管艾伦很不舍，可还是狠下心来，将朱莉和所有感染者一起隔离起来。另一边的朵琳在军员赛罗的陪同下，开始对实验猴子进行研究。她在血液中加入增长因子，经过一系列的对比测试，朵琳发现这种病毒的基因组合非常特殊，绝对不是自然进化的结果，像是人为用基因片段拼接而成，能让人从内到外发生可怕变化，这可是令人发指的罪行。朵琳决定立刻向艾伦汇报此事，她却没发现身旁的赛罗全程阴沉着脸，假意要离开时，突然拿起一根针管刺向朵琳的脖子，确认她不省人事后，故意将放置小白鼠的货架推倒，伪装成意外事故的现场。这个男人又来到研究基地外，一把火将含有原始病毒的猴子尸体点燃，原来这才是他来此的真正目的，掩盖丑恶真相不被发现。此时的艾伦十分焦急，感觉事态越发难以控制，希望连接卫星的日期能够快点到来。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收看港风港影，我们下期再见。